在黑暗中，狐狸猫开启手电筒，一束笔直的光从手电筒射出。狐狸猫们觉得好奇，为什么手电筒发出的光线会是相互平行的呢？为了一探究竟，狐狸猫们决定拆解手电筒，看看里面究竟藏了什么秘密。他们发现手电筒中有一个灯泡以及一个光滑的凹面镜。麦麦发现，如果将这个凹面镜移除，则灯泡发出的光是向四面发散的。但是若把凹面镜装回去，则光线就会变成平行射出。为什么凹面镜可以让灯泡原本呈现发射状的光线变成相互平行的呢？狐狸猫认为，关键应该是光在凹面镜处时的反射，因为光的路径都遵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反射定律。因此，如果将光的路径都画出来，应该就能解答原本的疑惑了。麦麦迫不及待地拿出纸笔和量角器，快速地画了起来。麦麦首先画了一个小点来代表手电筒中的灯泡，而光线会从这个小点往外四处发散，并让发出的光线碰到一面凹面镜。接着，麦麦非常有耐心地量了每束光线的入射角，并且根据光的反射定律画出相对应的反射角。荧幕前的你也先按下暂停键，一起利用学习单和麦麦画出光的反射线吧。画完之后，你发现了什么呢？凹面镜真的有让原本呈现发射状的光线变成相互平行的吗？麦麦画完之后却发现，画出来的各条反射线居然不是相互平行的。麦麦感到很困惑，怎么会和真实看到的情况不一样呢？狐狸猫们又做了许多次的作图，确认不是画图时的错误造成的。虽然如此，但是画出来的反射线也仍旧不是相互平行的。如果光的反射定律是对的，那要怎么解释光线经过凹面镜反射后平行射出的事实呢？狐狸猫想了想，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发射光线的小点位置不对呢？麦麦觉得有道理，但是要如何才能找到正确的光点位置呢？狐狸猫猜想，或许可以一直用不同的光点位置去画，有一天就能找到正确的位置了。这个主意虽然可行，但是麦麦觉得这样实在太耗费时间了。忽然，麦麦灵光一闪，何不反其道而行呢？如果有一个正确的点的位置，可以让四散的光射线经过凹面镜反射后变成相互平行的光线，那么也就表示，如果反过来以平行光入射凹面镜，则这些光线经过反射之后就会汇聚在一个点上，因此可以利用反向的操作来找出发射光线的点的位置。荧幕前的你，能不能帮助狐狸猫们确认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的呢？其实，这个现象称为光的可逆性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光原本行走的路径如图中所示，则当光反过来行走时，也会遵循相同的路线。狐狸猫们根据光的可逆性，终于顺利地找到正确的小点位置，而这个光线汇聚的点就被称为焦点。当光从焦点向外四散射出，经过凹面镜反射之后，这些光线就会变成相互平行的射线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手电筒射出的光线会是平行的。而相同的设计也被应用在车子的大灯之中。除了凹面镜，另一个常见于生活中的面镜变形就是凸面镜。当平行光入射凹面镜时会聚焦，那么当平行光入射凸面镜时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如果试着利用反射定律作画，就会发现，当平行光入射凸面镜时，这些平行光会被发散，而反过来，当光线从不同方向入射凸面镜时，反射线就会变成平行光射出。这样的效果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假定每条光线都代表了一个物体的影像，因此站在凸面镜前的你，就可以同时看到从许多不同方向而来的物体。和平面镜反射比较的话，会发现物体经过平面镜反射后，
你会需要站在更偏远的角度才能看见它。因此，凸面镜的效果就是能让你看到更大范围的景象。最常见的凸面镜其实就在路面转角的大镜子。下次当你经过这些车道转弯镜时，可以仔细注意一下，究竟可以从中看到多大范围的景象呢？最后有一个问题想邀请你来想想。狐狸猫们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。1. 凹面镜，平行光经由凹面镜反射后会汇聚到焦点上。2. 凸面镜，平行光经由凸面镜反射后会发散，并且可以让人看到更大视线范围的景象。3. 光的可逆性，光的路径可以反向沿着相同的路径行走。最后，一起来脑力激荡吧！为什么手电筒或者汽车的大灯要把光线设计成是平行射出，而不是像灯泡一样四面发散的光线就好了呢？